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。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路。幸福从来没有日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追踪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Keep running， 答案就在前方，不能退缩，不想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沉浸思念，危机相同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，方向打开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就在前方，不能太傻，不舍得设防。Keep running， 秘密就在心中，深知思念为情伤痛。风暴撕破天空，不再可控，眼看脆弱揉碎，方向打开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为我定义。有情况。Stop！ 这是狐狸的脚印。狐仙儿，狐仙在广德县夺取女孩红脖子的事儿广为流传呐，你却不知道？这封建迷信，我知道他干嘛？哎，这狐仙灵验得很，你可千万别冲中了他老人家。哎呀，罪过罪过呀！这不是迷信，不是迷信。作为冰雪聪明秀外慧中的青年知识分子，怎么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？哎，老爷，好像仵作说过，阴府也有狐仙来过。啊？阴府？正是，阴府惨案附近也有类似的传言。莫非阴府惨案和云儿被擒都是狐仙所为？这如何是好啊？本是何事传不老爷？别吵吵了。难道神仙姐姐？神仙姐姐就是狐仙？有眉目了。她是不是刚刚飞过去那个女人？不可能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足迹学来判断，这些足迹是有人倒着走，故意留下来的，这完全就是假象，真狡诈！哎，这边也有啊，去看看。不行，我得下去看一看，看看究竟。果然是自告奋勇。来，安迪让你抱着。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哎，大人，万一他跑了怎么办？张龙赵虎啊，在。你俩赶紧跟着杨秋池保护左右。叔叔，你这摆明是派他们监视我，咱们到现在还没有结成革命友谊啊！保护，纯粹是保护啊！哎，一会儿给我机灵点，跟紧了啊，别让他跑。下去。哇，比旧社会还要黑啊！啊，不对，这里就是旧社会。跟着我。神仙、妖怪，不会有煤窑或者金矿吧？大人，万一杨秋池找不到小姐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你说该怎么办？
杨副座，哎，这不是谢寡妇家吗？谢寡妇家啊！杨副座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一地鸡毛。啊？鸡毛？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这个狐仙儿一定跟建文余党有关系。可是，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不是明摆着躲着我呢吗？不把他拿下，我怎么跟娘交代呢？夫人，喝茶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丫鬟小姐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儿。丫鬟小姐。你就别挑刺儿了，老娘问你件事儿。哦。那个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咱们这个附近哪里有药铺？啊，有。就他，哎，这就是。小声点儿。老娘大功告成以后，再送你2副猪下水。另外，这个真管用？管用吗？你可以侮辱我的人，不能侮辱我的药。管用吗？你回去试试就知道了。告辞。哎，姐！哎呀，3个时辰了，已经3个时辰过去了。哎呀，难道还真的放了杨秋实回家不成？为了小姐的安危，恐怕不得不如此吧。那就只能丢卒保车了。井下有通道，直接通往谢寡妇家。谢寡妇？也就是说，你们所谓的狐仙儿，跟建文余党有关系。这怎么跟他们扯上关系了？那云儿岂不是有危险了？对啊，那你在谢寡妇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呀？鸡毛都没发现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本县就只能委屈你了。委屈我？哎，走，快点！不要回家，我要坐牢！不要回家，我要坐牢！我要回家！相公，快告诉老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遵，少添乱。我不要！自己看。坐下，坐下。3个时辰。杨秋实，本县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要3个时辰内能回家，云儿就不会惨遭不幸啊。可是你现在把我送回家，也是惨遭不幸啊！绝对不会的，本县一定会加派人手，衙役捕快就在你们家埋伏四周，保护你的安全呐。相公，你听听，连知县大人都已经答应了，快跟老娘回家，娘都等着急了。对，少添乱。哎，大老爷，您不能只为您的女儿啊，你也不能把我这个虽然有点碎碎念，但瘦弱无助的迷途羔羊送入虎口啊！什么？大老爷，其实我还犯了很多罪，非法拘禁、窝藏罪，等。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砸过老师办公室的窗户；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，我就……杨秋实，你没有罪。你能不能先回家？你回了家，我女儿就能回家，咱们互相帮忙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回家。来人，来人呐，送杨秋实回家。是，送杨秋实回家。我不要回家，我还犯了很多罪，我有窝藏罪。知县大人，谢谢您。很好嘞。我有送人的消息了。糟糕，又出幺蛾子。放下。看来这位领导是打算牺牲我一个幸福大全家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自救，要不然节操碎一地。大人，老娘觉得他肯定是要拖延时间。住口！有云儿的消息？有，哎，不过没有，就是有。拖延时间。来，大人，你要冷静冷静。上路。大人，你要保护好现场啊！鱼儿被绑走的现场，你要等我回来给你破案啊！大人，你想想，绑匪为什么说要3个时辰啊？3个时辰？为什么是3个时辰啊？你说说看。这个姿势不利于我思考。放下。
是。你说，锦衣卫什么时候到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要赶在锦衣卫之前？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复杂的，他们想赶在锦衣卫来到之前做什么？说的有道理啊，金师爷，你说说看。小人正在想呢。知县大人，你应该发挥人类的理性思考，仔细的想象，不应该急着把我赶走。万一被坏人得逞，你想想，宋云儿3个时辰，锦衣卫结合起来，意思就是说，想赶在锦衣卫到来之前，把你面前这个已经必死无疑，但是又大无畏、不明觉厉的男神转移走。你说谁呀？我呀。唯你？为啥呀？难道杨秋齿，你比知县大人的女儿还重要？哎呀，对于知县大人来说，当然是女儿比较重要，但是对于建文余党，我比较重要。你？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啊！哦，你这大无畏精神。哎呀，密信，密信！哎，这杨秋齿，你刚插手此事，建文余党如何得知啊？你这就说到重点了。啊，老爷，啊，我严重的怀疑，你们单位有内鬼。细作，细作。哎呀，叫什么都行，内鬼啊、细作啊、无间道啊、间谍、SPYRIT， 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如此说来，得迅速联系马大人啊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！怎么还不出来？这要再不出来的话，药会不会过期了呢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你怎么知道是建文余党啊？这是狐仙所为，也未尝不可。那也是啊，你说这神仙什么事儿办不到，什么事想不到啊？哎呀，两位大哥，你们俩不逗逼能死吗？要真是神仙所为的话，还要求这要求那干嘛？直接做法不就完了吗？说这也对呀，那依你之见呢？依我之见，把我关进大牢，严加保护，尤其是不能让我老婆接近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大人呐，云儿小姐的性命要紧呐。啊，对呀，那我女儿怎么办？到底是朝廷安危重要，还是你女儿比较重要啊？那当然是朝廷重要了。不过你没有我女儿重要。你今天是回家也得回家，不回家也得回。他们是明摆着要朝我下手啊！这么简单正确的答案，你们都接受不了，你们的智商真是够了。杨秋齿，你赶紧走，你要晚了呀，这个云儿小姐就有危险了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再拖延时间，小心本县大刑伺候。哎，老爷，是否应该让他把密信留在衙门里啊？对呀，师爷提醒的好啊，杨秋齿，你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真是烂到让人无法复制。哎，我要是把密信这会儿交出来，那我不是必死无疑了吗？你们单位有内鬼呀，老同志！哎，说的有点道理呀。对，让他带着密信回去啊。你带着捕快衙役们在杨家四周埋伏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说好了，这埋伏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保护好我的人身财产安全，那是第一位的。保护好我家安迪。哎，我的小包包呢？走！哎呀，快走！走啊你！三哥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！跟老娘回家！你跟老娘回家！走！又怎么了？药都要过期了。哎，你背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是小包包。哎，知县大人，刚才说好的衙役、捕快、联防队员、警察叔叔一块来保护我的，他们人呢？举我的精神头跑哪儿去了？做人要有契约精神。要是被你看出来，那还如何叫做埋伏啊？埋伏！张龙赵虎已经带着人马在你家设伏完毕了，就等着逮人入瓮了。这么快？哎，他的功夫可信度高吗？能打得过坏人吗？放心吧，张龙赵虎的武功在衙门里头仅次于雷捕头。雷捕头？居然有这个人！休得啰嗦！知县大人，我还有个事情，如果
发生家暴的话，他们保护我吗？你啰不啰嗦？跟老娘回家，快走，快走！家暴，那鬼晕了，这让本县如何是好啊？老爷，现在将杨秋池作为诱饵啊，就等着贼人们上钩了。您就放宽心吧啊！快点，咱家到了，快，到家了。哎，大力，这个就是咱们的家。你不会连咱们家都不认识了吧？你少跟老娘装蒜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呢，自从被雷劈过了之后呢，我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雷劈啊，你说我也不要求一个2室1厅1卫的房子，最起码也得有个阳台吧，是吧？你别啰嗦了，老娘等着呢。你不就是在这儿呢吗？哎呀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老娘，快点走，快进来，老娘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！哎呦，我的儿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没受伤就好。走，外头凉，我们进屋去啊。小雪，你赶紧做饭去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走。啊？2位警察叔叔，你们能不能埋伏的不这么明显呢？专业点不行吗？我靠！这什么意思啊？舒服吗？舒服。哎呀，我儿可真是好啊，回来变得孝顺多了。来来来，吃饭吧啊，吃饭，坐下。娘，我以前是不是特别二呀？什么？什么是二呀？就是特别不孝顺、不听话，老惹你生气。对，就特别的二，还不是一般的二。跟你说，二到了老娘几乎要到县衙去告你了。酗酒打人、赌钱，什么二你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咱家以前也是有一个大院子的，全被你给输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赌钱了，赌的身上的衣服都输光了，娘心疼你呀。哎，娘，恕孩儿不孝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那个我都输光了，连衣服都没了，我怎么回来呀？他全靠他，你就用他挡着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亏得你没有把他输掉，要不然你的脸都丢尽了。2位同志，我杨秋池发誓，从此以后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再也不赌博。反正是穿着衣服，不会再光着回来。吃啊，娘你吃，你吃。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前方都有一回。妈了个！走路。来，娘，你吃。你也吃，你也吃啊。娘，一会儿吃饱了呀，我让小雪扶你去邻居家先住一晚上。今天晚上有大事要发生。儿子，你跟小雪2个人行夫妻之事，还要把老娘给赶走啊？不是那事儿，那你跟小雪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不是小雪，不是小雪，跟其他女人呐？妈，不是这回事儿，是见闻余党今天晚上。停，等等，娘可不懂这些事儿啊。我不用麻烦小雪，我自己走好了。哎，别啊！儿子，今日往后，什么事情老娘都答应你，只要你答应娘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纳妾。纳妾。
一个特别好喝的鸡蛋汤，我去拿过来啊。哎，娘，我想了一下，为了您的幸福，为了您和小雪的心愿，为了咱们这个家庭和谐的构建，我决定了，纳妾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雪呀，秋枝答应纳妾了。那个老婆，是这样的啊，那个我为了完成娘和你的心愿啊，那个你们快乐，我就快乐，哈哈，我牺牲一下无所谓。谢谢相公啊，儿子，汤来了。那个相公，那个您喝汤，我给您倒上啊。娘，喝汤。哎，干嘛？给娘喝汤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还是你自己一个人把它全喝这么光了？大一碗我也喝不完，给娘喝。不行，我也行。哎呀，娘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。不行。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，对我没说完的情话，没有结局的童话。我想我是时候蒸发，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，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？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，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的夜？再说什么？